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思维工作室。我们是一个注重实践、追求卓越的频道。通过我们的内容，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大家身边有没有一些朋友，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忙着工作，忙着上班，忙着回复公司的讯息，但过了几年，生活还是停滞不前，没有实质的进步。也许大家都听过，让一个人最快变得无用的方法，就是让他闲着。你问我赞同吗？当然非常赞同。不过，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的比较特别，最容易让人停滞不前的方式，就是让他忙到没有时间成长。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沉浸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中，早上9点开始工作，忙到特别晚，甚至有时候大半夜还在回复老板的讯息。你可能会觉得每天的工作非常充实，每天都做了很多事情，但你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因素。如果你每天忙到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，忙到连培养新能力的时间都没有，那么你的成长就会停滞不前，最终会被市场淘汰。市场最害怕的就是毕业后就停止学习的人，想要过去20年读书学习到的经验和知识，来应付接下来的40、50年。你觉得这个逻辑合理吗？今天我们的新思维工作室就要跟大家谈谈，忙碌到没有时间成长是怎么样让我们变得无用的。我们可以如何利用习惯的循环力来培养自己新的技能？还要提醒一下，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那么欢迎你哦！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因为我们每周都会与你分享一些关于成长、思维和个人发展的最佳秘诀和经验，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记得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我会利用周末的时间打工赚钱。那个时候，我在一家销售股票分析软体的公司工作。我的上司经常鼓励我和我同事多去听演讲进修。有些同事就会说，我忙着做业务都来不及了，哪里还有时间去上课？但我的上司总是摇摇头。有一次，当我们一起吃午餐时，他告诉了我一个关于砍树的故事。这个观念一直影响我至今。今天我也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年轻的樵夫上山砍柴，不久后，另一位老樵夫也来了。到了傍晚，年轻的樵夫发现老樵夫虽然比他晚到，但砍的柴却比他多，于是他暗暗下定决心，明天要更早上山砍柴。第二天，年轻的樵夫很早就到了树林里，他心想，嘿嘿，我今天砍的柴一定更多。但没想到，当他挑着木头回到柴房时，一看，老樵夫所砍下的柴还是比他多。第三天，年轻的樵夫决定，他不但要比老樵夫早到，还要比他更晚下山。心想，这次自己所砍的柴一定会更多了。然而这一天，老樵夫所砍下的木头还是比他多出一大截。第4天、第5天还是一样。到了第6天，满腹疑问的年轻樵夫终于忍不住问老樵夫说道，我每天都比你早到，比你晚下山，比你言行有力，为什么我砍的木头还是比你少呢？老樵夫拍拍他的肩膀说道，年轻人啊，我每天下山回家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磨斧头。可是你下班回家后，因为太累，就只顾着休息，斧头都被你砍钝了。所以，虽然我比你老，比你晚到，比你早下山，但我的斧头比你快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忙碌并不一定代表效率，我们应该注重自我成长，不论是透过阅读书籍、参加课程、进修或学习新的技能，都可以让我们的斧头保持锋利。所以，不要只忙着工作，追求表面上的忙碌感，要给自己时间来投资自己的成长。只有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，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你或许可以问问自己，最近1个月忙吗？最近1年忙吗？在这么忙碌的时间里，你成长了多少？你的斧头有在磨吗？如果我们连读几篇好文章、看几页书的时间都没有，忙得连一点技术相关课程都顾不上，那我们就必须正视几个问题。我们很有可能成为故事中的那个年轻的砍树人。我周遭有一大堆同学，他们沉迷于日复一日的忙碌。清晨，他们一早开始起床工作，忙碌到深夜，还得加班赶报告。这样的日子持续着，这是一种暗藏最深的虚脱方式。你会觉得，明明自己的日子过得充实，每天都做了许多事情，确实，你每天都忙着做很多事情，没错。但过去的半年或1年，你又进步了多少呢？那为什么说你废掉了呢？
因为学习是一种习惯，成长是一种习惯，精进也是一种习惯。如果在1-2年的时间里，你忙得没有时间成长，最终你也会习惯每天不成长的状态。麻木的努力只不过是变现了的舒适，毕竟不成长本身也是最让人舒服的状态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你就会失去成长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之所以忙碌，是因为机械重复的劳作，那么忙到没时间成长就足以摧毁他。一个过于忙碌的人，他的注意力早已被耗尽，没有精力顾及身边所发生的其他事情，他将永远被忙碌所束缚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力管理。其实不是你没有时间，而只是你的优先次序不同。每天你都在应付各种问题，看起来非常忙碌，确实很忙，但你得到了什么呢？人就像一台电脑，如果我们每天都只顾着输出，竭尽所能去完成各种工作任务，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，你只能够胜任那些重复性的工作，更困难的是你就无能为力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输入，你每天都很忙，忙得没时间照顾家人，忙得没时间交朋友，忙得没时间锻炼身体，忙得没时间提升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你的思维就荒废了。一个人慢慢虚脱的表现，不是等到他发现时才开始的，而是当他忙到没时间学习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因为你没有把自我提升看得足够重要。你选择提升思维和健康的生活，都是在你忙完之后用多余的时间去做的。但事实上，自我提升才是你这一生中最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。它决定着你该做什么，什么不该做。在《习惯的力量》这本书里，作者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：习惯回路可以分为3个部分：提示、惯常行为和奖赏。提示就像是一个开关，当你看到提示时，下意识地将它与奖赏联想在一起，不需要别人催促，你也会自然而然地执行这个惯常行为，以获取奖励。让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打游戏的人，手机对你来说就已经不再只是与人沟通的工具，相反的，一看到手机，你就会立刻联想到游戏，并透过游戏的刺激获得精神上的兴奋感。这就是提示和奖赏之间的直接关系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想要改掉这个习惯，就需要消除提示的影响。但同时，如果你善用这种提示和思维开关，你可以有效地推动自己的进步。让我举个善用提示开关的例子。假如我每天都想读10页书，我可以把这个行为和敷面膜绑定在一起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敷面膜是我原本每天都会做的习惯，而读10页书是我想要培养的新习惯。敷面膜成了我的提示，而读10页书就成了我的惯常行为。只要我连续21天提醒自己敷面膜，然后静下心来读10页书，我就能够养成这个习惯。把一个既有的习惯和想要培养的新习惯绑在一起。如果想要效果更强烈一些，可以再加上一个奖励，比如敷完面膜并读了10页书，可以奖赏自己1小杯红酒。当我的提示、惯常行为和奖赏形成循环之后，我就能轻松地培养一个好的习惯了。再举一个我一直在训练的习惯的例子，吃饱饭后半小时的散步，提示是吃饭的时间，惯常行为是散步，所以我会习惯性的吃饱就去散步，在散步的时候戴上耳机，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听书或听音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作为一个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，我和大家一样每天都非常忙碌，但是我告诉自己，思考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散步时间就成了我专注思考的最佳时光。现在这个循环已经帮助我从忙碌的生活中培养了散步的习惯，在散步的同时，我有时间思考一天的工作，思考未来的方向，反思许多事情。奇葩说有其中一集的辩题是：生活被工作填满了，该辞职吗？蔡康永在节目中说了一句话，他认为生活不应该被工作填满。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，但是生活应该被什么填满呢？我认为生活之所以迷人，就是因为它没有被完全填满。有一个词汇叫做智力冗余，我们脑科学研究的结果，所有的这种创造性、开放性、突破性的思维都源于空闲时光。除了工作，我们还希望拥有健康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我们需要进步自己，就像每天需要摄取蔬菜来搭配均衡饮食一样，而不仅仅是大鱼大肉。同样的，生活也不能只有工作，
就像人不能只吃青菜一样。在大城市奋斗，每天都忙于工作是很正常的。但是，也正如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所说的，我们不能只大方的面对一切，我们必须找到时间与自己对话，反思和提升自己。今天就从回顾和思考开始吧，思考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是否在忙碌中保持进步，不论是在思维上还是技能上。如果没有，我们能否培养一个新的习惯，让它自动运作起来呢？所以各位朋友，在砍树之前，别忘了要摸好斧头哦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留言以及订阅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